大家好，我们第三章第5节要准备要讲什么呢？要把前面的那一些特性这边呢认真再做一次汇整那在前面的 3.4 是讲向量，向量的量子向量的计算，那还有这个单式算子来计算向量之后，就得到那个向量的一些特性。可是这个 unitary 矩阵的那个计算之间跟的，因为我们在做那个这个量子电路计算的时候，有所谓的平行计，有那个这个串流跟并联的计算这样那这个我会大概在后面的某一章会跟各位做说明这样。那串联跟并联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大概马上在 3.5 再做进一步的一个探讨这样所以 3.5 你可以看到题目叫什么 ？Preservation property of quantum computing。那这个 preservation property 的意思就是说，它就是一个什么？它能够保有整个空间结构里面的某一些特性。那前面 3.4 已经讲了一部分，那我们再来往下看那我这边这个符号怎么那么可怕？这个符号并不是说很可怕，但是中间的证明几乎没有一本书认真去证明这个部分，有没有？没有一本书认真证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不花时间去证明。那每次我在教这个量子计算的时候，的那个程式设计的时候，就会遭遇到问题。那我现在就说好，我给一个 linear operator， 你为什么不出来？好 ，linear operator， 那这个大小是多少？大小是2D m 次方乘上2D m 次方，这个又是个 linear operator。你说明明是一个矩阵，为什么是 linear operator？ 因为我下一章就要讲 linear operator。先做一个预告，因为马上第3章讲完了。就是 linear operator 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碰到一个方阵。好，我现在故意就事先就先跟你们预告，它又是另外一个 linear operator。那一个 linear operator 它是单式的 linear operator 的话，对应到某一个怎么样？某一个这个量子的那个 circuit。那我看了几本书的写法是这样，不是每一个量子的 operator 都会对应到一个 quantum circuit。那他们那个英文的书就讲说它是 candidate， 什么意思？要靠我们人类把它硬体真正的把它 implement 出来。那数学模型没问题，但是真正的那个电路的那个东西还没有兜出来。那有些会兜出来，有些没有兜出来。我们在后面的那个1-2章的时候就开始慢慢的看到这一部分。所以记得一个原则，量子空间里面的那些 operator 都必须是 unitary。好，我给了2个 unitary， 有没有看出来？可是 unitary 这个2个维度不一样，所以它做 tensor product 没问题。那做完以后，它就变成什么 ？2D m 加 n 乘上2D m 加 n 那么大，就变成是它还是 unitary。一般我们知道说，同一个空间的2个 unitary 相乘，还是 unitary， 那是矩阵相乘。但是没有人认真去证明说 tensor product 之后，它还是什么？还是 unitary。所以这个注意这个大小变了这个大小是什么 ？2D m 加 n。我现在多花点时间来分析给你们看它的在以后的量子计算里面，量子程式非常重要所以不要看我们这边好像很数学，没有错，它这个是量子计算、量子电路的精髓之一这样好，那当初为了证明这一个花了很多时间包括我刚刚前面讲过用 current 的方式，所以首先呢 ，we prove that each current of 这个 A tensor product B is 什么 quantum vector， 就是说 A 跟 B 2个做量子计算以后，是不是得到一个这么新的矩阵？你们看到，那它有那么多个 column， 我要证明它的 column 也是一个什么量子向量？那证明它是量子向量什么意思？就是说它的那个 tensor product 的系数的绝对值平方等于1。好，这个也许同学还不清楚，没关系。Based on the column form of the tensor product。这就是我在前面强调的我看到他们好像都不愿意认真这么用这个符号来代表好，那前面讲过说1固定有没有？跟它展开，2固定跟它展开，有没有看到？那这个2D m 次方固定跟它展开，有没有看到？是不是这样子？好，这个就是用全面向量的 tensor product 对矩阵的 tensor product 重新的一个数学定义。那我这里就写得很文绉绉 ，We have proved， 我们已经证明
任何的 column vector of unitary matrix 意思是什么 ？quantum vector 啊，就是说，前面已经证明过，就是说 A1、A2 到 AD2M 的话，它怎么样？它都是 quantum vector， 前面已经证明过了哈，在前面那一节，你还是更前面哦。And the tensor product of two quantum vector are still quantum vector。哦，两个 quantum vector 相乘之后还是 quantum vector， 所以你注意看它，我们的 AI 跟 BJ 都是 quantum vector， 所以两相乘之后还是 quantum vector， 没有问题哈。所以前面已经证明过，所以你可以发现，没问题耶，有没有？它就属于二 D 什么 MN。哦，你说这个式子，因为它是一个 column vector， 它是一个 column vector， 所以那这个 size 是 m， 这个 size 是 n， 那两个乘起来的话，那个长度就是 m 乘 n， 好 ，m 乘 n 有没有？好，所以这个就可以看出来，嘿，那里面的话就可以看出来，这就是我们的向量，我们的向量这样哈。那我的指标有没有用错？没关系，这个到时候你们再仔细检查一遍哈。好了，那接下去我要证明 column vector of 怎么样？这个 are still orthogonal， 就是说每一个都是 quantum vector 没有错，可是它要是 unitary 的特性，前面讲过了，除了它的每一个的 column 的绝对值平方等于1以外，两做内积要等于0，两做内积等于0，所以我就看来他们做内积有没有？等于是这一个某一个跟这个怎么样？某一个来做内积有没有？这是内积。好，整个符号是做内积，有没有？好，那我要证明这一个，有没有看出来？也就是说，当它的指标是一样的时候呢，齿轮一样的时候，它等于1；不一样的时候怎么样？要等于0。哈，所以有点小复杂，因为它两个齿轮在里面兜，好，两个齿轮在里面兜，嘿，那每一个齿轮又怎么样？又有2个齿轮这样。哦，这个符号当初在排版的时候也是非常头痛。好了，那把它展开。有没有展开就得到这个数学式子？所以这个符号你们自己本身要怎么样？要能够熟识哈。那后面这一坨我们看到又变这样，看到变这样，看到嘿好，所以可以很清楚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一些结果。然后呢，这当初在打字的时候是非常麻烦。这个把它整个怎样？整个再把它转字，变这样。所以我就很有耐心把它。的什么样？这个就是什么？就是它的内积形式全部敲出来了。那敲出来以后的话，就会发现什么结果？这4种结果，我都可以看出来。那如果同学不信的话，就是说这个4个结果，慢慢的再去分析。这个是没有一本课本证出来的。这个我在写的时候，我再慢慢分解给各位看。如果这个 case 有没有？那这个做内积没有问题。做内积，两做内积，有没有看到？好，那不一样的，好，因为它们本身也是 unitary， 不一样就挂了，所以最后怎么样？只剩下一样的部分存在，没有一样的部分存在，这样，所以就可以看到中间就是这个部分的结果出来。这个细的部分你们自己在推。那如果有一个不一样，有一个齿轮不一样的话呢？你可以发现这样呢，最后结果是这2个不一样的齿轮，又得到0，有没有？那这个是一定要再细推去看它，因为我这样讲的话，你们大概把观念先弄懂哦。因为这整个的那个下标的变化，我这样写出来的话，你还是看到我在复刻而已。关键就是说要弄懂它中间我当初在设计的时候这些指标的各种变化，在整个证明过程里面的一个小细节这样。那第3个是第2个齿轮不一样，有没有看到？那结果是一样。最后得到是0，那2个都不一样的话，那更明显，最后结果也是0，有没有看到？所以因此最后没有问题，所以等于说，好，利用 current 的方法去做分析的时候，它的每一个 current 怎样都是 quantum vector。那 current 跟 current 之间的话，它们的那个内积会等于0。那 quantum vector 也知道说它自己本身跟自己本身做内积是等于1，所以这个都没问题。所以这个定理几乎是用我前面发明的这个 current 的那个方式去处理这一个什么这一个矩阵跟矩阵的这个式子的时候就不会有问题。所以就告诉我们说，整个计算里头太漂亮了，整个计算里面太漂亮了，就是只要是
空灯的计算呢，我们的符号就不会消失掉，所以它还是非常 OK 嘿，不会消失掉。所以这个就是量子空间里面的计算。那因为我们在做量子里面那个在传送的时候，都有很多的什么样，很多的那个可是现在用我们的那个量子用电脑去 implement 的时候，常常会能量一直消失掉。可是数学模型是不会的。那些硬体怎么做出来就不知道了哈。所以我看到好几本原书讲说，弄一个很漂亮的那个空灯 circuit， 他讲说是一个什么？它可能是一个 candidate， 可能下一波就会被我们人类把它 implement 出来这样嘿。那目前应该在看到的什么 IBM 啊几个大厂的那个量子电脑里头的话，应该有很多的硬体都 implement 出来，那它就可以做一些这个计算这样。所以有用的这些 operator 出来以后呢，他们就会慢慢的去 implement。所以我最后做一个结论。所以这个的preservation property of the quantum computing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就是这些既有这个保存它的特性不会消失掉很重要，好，这个非常重要。比如说这是一个 quantum vector， 这也是一个 quantum vector， 有没有？那他们做的那个tensor product 还是一个 quantum vector， 还是一个 quantum vector， 这是非常重要的哈。好，这是一个 quantum vector， 这是一个什么？ quantum operator， 我干脆把它叫 quantum operator 好了，就是它本身是一定是要一个 unitary， 好，所以它是一个 quantum operator。所以一个 quantum operator 跟一个 quantum vector 做mapping 的时候，结果是还是一个 quantum vector， 不会跑掉，因为跑掉这个空间就乱了嘛，空间结构就整个乱掉了嘿，所以空间结构是非常非常重要。这样，好，这是一个 quantum operator。 这是个 quantum operator， 那两个 operator 在空间里面先做计算，那准备给另外一个向它进来，要来被他们处理。那两个自己本身做计算就花散掉或整个乱掉了，那整个空间的这个空间不是大乱了吗？那所以你可以看到两个矩阵，做空灯，做那个 tensor product 以后呢，还是一个 quantum operator， 还是 quantum operator， 就是它是个 unitary。那这样的话，你可以看到整个空间结构里面。 这些都没变啊，这个都保留有没有？要保留啊，不保留就整个花散掉了哈。那我们就不知道哈，不知道为什么当初这些物理学家那么厉害。那我现在是比较站在以数学的，也不能讲数学家啦，比较站在数学角度跟资工的角度去看它。发现这些很漂亮。那很漂亮的话，对我有两大好处，有没有？我就可以这个做一些更理论的分析。好，那第二大好处就是说有这些规律性，我在写程式的时候就比较简单这样哈。 好，所以呢，我们3.5节把整个量子空间的结构的东西做了一个汇整。从前面的这个量子向量，的一个计算，它还是具有那个我们有时候叫封闭性啦，嘿，会保留它的一个特性，嘿。那第二个量子跟那个量子算子，好，我就把它叫 quantum operator， 把它换成，其实它是个 unitary。 的计算还是让那个量子向量不会跑掉，还是量子向量。那甚至两个 quantum operator 做计算的时候呢，还是 quantum operator， 非常漂亮的一个空间结构。所以未来这一个会非常发达。只要一个 quantum operator 被 implement 出来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做出很漂亮的一个系统结构出来哈。那个完整的结构还包括比较具体的程式设计，先做预告，在我们另外这个6个小时单元那个quantum programming 呢，我们会在。我会跟几个专家呢，再把课程的录好给你们来看，这样哈。所以这边可以看到，哇，好漂亮的一个结构，这样。所以后面呢，我会再继续讲解一些更重要的那些数学特性跟那个空灯的一些特性，嘿。那依序把这些符号呢，更完整跟你们这一个说明哈。那包括前面预告的那些 operator， 有几支会在我们这一集的这一系列的课程里面跟各位讲解。那更复杂的那些 operator 会留在哪边呢？留在那个quantum programming 的时候，再跟各位做一个说明，这样哈。好，那我们这一章就先到这边。